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你们的缘分。那么我们在这个缘分当中呢，有灵魂伴侣、双生火焰，还有露水情缘。当然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缘分啊，不只是局限于这里，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往这几个方向去看。究竟你们的关系、你们的缘分是属于哪一种？你期待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吗？还是说你心里已经觉得这就是你的双生火焰？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是露水情缘的连结呢？那么今天的占卜呢，需要你的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要去测验的对象。那么请你在心中呢去感受这个人的能量然后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孔雀石。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粉水晶。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金属疗愈水晶，Golden Healer， 黄金疗愈黄金疗愈水晶。好，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那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们的缘分究竟如何？是灵魂伴侣的连结吗？是双生火焰吗？还是露水情缘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示。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能量上跟自己是有对应、有连结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在能量连接的时候呢，比方讲对其中一副牌，然后呢是另外一颗宝石同时都很有连结，都非常的有感应的话呢，那么请你就是2组都听听看，因为你的能量和信息有可能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那今天呢，有些朋友如果你想去测不同的人的话，那么请你们去每一次用不同的人的能量在你的心中去做一个简单的能量连结一个简单的冥想来选择出不同的能量的对应，好吗？好的，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究竟你们的缘分是哪一种，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提示还有讯息有哪些。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颗孔雀石，好，放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测的是关于你们的缘分首先呢，我们来通过
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所选择这副牌卡，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能量的对应，能量的连接。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关系里啊，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宇宙当下呢给你的提示，还有验证。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得到第一副牌，孔雀啊，孔雀石的朋友啊，关于你们的这段缘分跟连结。这张牌讲的是呢 ，A long way home。35号牌啊，我们看一下这张牌的能量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城堡，其实呢，它讲的是一个家，然后呢，这个家漂浮在天空，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漂泊在外啊，漂泊在外。那么离这个家的地方呢，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归属在哪里。可是呢，在这张牌里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城堡。看起来好像在漂浮，好像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人间里面啊，或者是这个天空之上吧，不知道去处，不知道这个回去的路啊。但是呢，这个家这个城堡，它已经在这个热气球之上了，而且给人的感觉也很浪漫。所以说这个家究竟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家，它可能是一个地点，它可能是跟某一个人的存在本身。所以说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呢，它既有它很美好的所谓实质的本身，但是呢又有一种很漫长的旅途吧，在等待着你们共同的一种认定，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共同找到这种归属的感觉。所以这张牌A long way home嘛，我听到是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缘分当中，其实有命中注定的感觉。但是呢，这一份命中注定，它的路途之间存在一些坎坷，存在一些考验，还存在着我们所谓的心与心之间的认可和认定。心与心之间的认可跟认定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瞬间我们所谓的一抬眼一见钟情。有些人的这种感情的连接，它的深度是需要每一次的验证，每一次的具体的经历，还有每一次大家相互去处理问题，一点一点深入的，一点一点去了解的所以说这张牌 A long way home 给人的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浪漫绵长，但是呢也有所谓的命中注定 destiny 有这个 destiny 的感觉。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好，我们接下来抽2张塔罗牌，进一步的去验证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之间的这一个连结关于你们的关系里面的能量我们要做的是简单的一个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关系，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可以帮助你去验证，这是你的能量，这是你的牌组呢？好，感恩宇宙。好，第2张牌是宝剑9，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人吧，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让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晚上睡不好觉。这段感情在你的心中缠绕着，这段感情在你的心中放不下，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这段感情它存在一个所谓的连结，然后呢飘远，最后呢回到这个原点。所以这个宝剑9的能量有可能对应的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在相互的盼望，在相互的守望，在相互的思念当中，所以才会有这种睡不着觉的感觉。在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其实我感觉到了一种内心很温暖的能量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有爱，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有误会，或者是有一个解不开的结答，或者是有一个让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去释怀和放手的一个能量。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当下正在经历的这种内心的煎熬也好，或者是内心的这种等待也好宝剑9这份爱藏得很深，藏在这个夜晚当中长长的思念，藏在你们两个人相互的梦境里面。宝剑9逆位的，
而且当下啊，这张宝剑九的逆位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醒过来啊。宝剑九的正位啊，其实它是那种惊醒，醒了。宝剑九的逆位是还没有醒，说明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啊，有可能当下所处的状态是两个人都还没有真正的看破放下，还在这个误会当中，还在这个纠结当中，还在这个思念不得当中，去有一点像是折磨自己，或者是有一点像是痛苦当中吧啊，这个宝剑九的逆位。好，我们的最后一张验证啊，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太阳牌啊，这张牌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两个人之前有非常好的记忆，那也就是说这段感情你们曾经真心付出，真心爱过，这段感情让你们两个人同时的成长，让你们两个人长大，让你们两个人看懂啊，或者是正在看懂的过程当中啊，看懂的是什么呢？看懂的是生活当中的真谛。太阳牌，有了太阳牌，就可以说明这段感情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感情的基础，说明你们两个人曾经欢声笑语、甜言蜜语，或者是相互的信赖相互的支持，这个能量是非常重的。在你们的能量本身里面，有相互对彼此的尊重，相互对彼此的信任，还有相互对彼此的一种就是我愿意你好啊，说白了就这个意思。有些感情谈到最后就是我不希望你好啊，或者是有怨恨在里面。但是呢，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心里希望对方好，就算当下有吵架、分手、断联、断开但是你们的心里希望彼此好，他希望你过得好，你希望他能够幸福和快乐。这个是真心的祝福哪怕有的时候可能嘴巴上或者是这个眼神当中会觉得看到对方不好，可能会心里舒服一点如果当下你们是断开的关系，但是呢，心中希望对方好，这个是真心的这个是真心的。所以我感觉到这边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两个了。第一个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跟这个人注定在一起，但是当下在分离中，或者是当下在等待当中。这个是比较煎熬的一张牌，就是宝剑九的逆位还没有醒来，还没有看破，还没有真正的去拥抱这段感情。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你们在漫长的相处里面，因为这张牌 A Long Way Home 给人的感觉很漫长，它有这种慢慢的要去经历，慢慢的要去等待，慢慢的要去遨游，最后回到原点的能量。所以有第二部分的朋友也许你们两个人当下没有所谓的什么断联分手，但是你却觉得这段感情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让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这边有很多的原因有的原因可能是异地恋，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这种差距可能有一个人已经稳定了，另外一个人还需要很多的这个奔跑这个奔跑可能是学业的，可能是事业的可能是年龄的都有可能所以说这段感情给人的能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却注定要回来，A long way home 要回来，回到家里，回到那个最温暖的状态里去。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异地恋在这边有这个爱情的长跑在这边，有当下有一部分的朋友也有分手断联的能量在这边。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真心的付出过，而且心里当下我觉得是希望对方好。现在你们的状态其实是各自安好的状态这个太阳牌各自安好，我不觉得两个人是那种很怨很恨我不看到这个能量我看到当下其实很多人在第一副牌朋友这边有一部分的已经放下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能量还很挣扎，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疗愈和思考。那么还有的朋友呢，在这边可能是在等待，自己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在朝向那个人奔跑对方可能也在非常的努力朝你过来，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这个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所做的一个验证。那么你如果觉得这个能量有对应到自己的话，我们就接下来看你们的缘分。灵魂伴侣吗？双生火焰吗？露水情缘吗？还是别的呢？我们来看宇宙给我们的信息和指引。好，
我们先来抽一下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啊，新宇宙告诉我们关于你们的缘分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缘分呢？好，第一张牌是爱，这张牌讲的是爱能够克服一切。这张牌其实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美好啊，这张美好的能量就如同我抽到第一张牌，就是这个回家 ，a long way home， 感觉到这个最终都要回家的，最终都是要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看这张牌，这个大象啊，它在这个天上啊，我们都知道大象它其实是属于这个广阔的平原，它属于这种我们所谓的有水的地方，对吧？有香蕉的地方，有这个热带雨林的地方。但是当下呢，这个大象啊，它其实在天上浮着，它离它的家乡这个陆地啊，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它仍旧选择了在这个热气球之上啊。它现在看着这个陆地，它有思念，它有很多的惆怅，它有很多的心情，但是它没有选择跳下去，对不对？它还是在这个热气球之上，有不得已的，也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当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就如同你们的感情，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一部分的能量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面对的选择很多，感情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能量，而这一部分情感的能量呢，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讲，可能是生命的全部，它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讲呢，可能感情它不能够放在最先，它必须要先去把其他的事情照顾到，可能是责任的，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社会的，可能是身体相关的健康方面的，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能量是在讲你们两个人最终都会回到彼此的身边，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挑战要去克服。我们看爱能够战胜一切，你们两个人当中有真爱的能量，有你爱着我，我也爱着你的这份心意，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很大，挑战很大，空间感很大，你们需要去通过一段时间，无论是克服这个外界的阻力，还是放下自己的心魔，还是所谓的快速的成长起来，从而跟这个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一个平台之上，你们的这份感情有挑战有很多的要克服的，努力的把控的还有一些调整的东西我觉得是在你们两个人能量的中间。好，我们来抽第二张牌，关于你们的缘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副牌抽2张，来，第二张牌呢是讲 attraction， 这个是强大的吸引力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份感情是相互之间的吸引，绝对不是一边的去相恋于另外一个人我们所谓单恋，肯定不是单恋，你们两个人是相互，两个人都喜欢上了，都动心，都动情了。这一段感情是宇宙讲神圣的灵魂的连接，你跟他本身就是这种soulmate说简单点，这个 soul counterpart 就是 soulmate 嘛，灵魂伴侣嘛，你们相互吸引，你们的这段关系超越了平凡、普通和表面。我们在讲感情里，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喜欢这个人附加的很多的条件，或者是喜欢这个人附加的一些光环。但是呢，当下这段感情，宇宙说你们有真正的爱可以帮助你们战胜一切，爱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同时，你们两个人是彼此的灵魂伴侣，你们的连接不在乎说彼此的光环和条件，你们的连接是超越表面，超越那种很肤浅的东西。你们两个人是真正认可了这个人。我们在这个地球之上我们所谓的孤独感也好，归属感也好，其实最终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种所谓的被别人接纳，被别人理解，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那么当下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和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你们是灵魂伴侣的连接，在你们当中相处的里面我觉得不需要去谈什么条件光环或是相互彼此可能带来给对方的利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其实更多的是看向这个人的核心跟本质。就好比说患难见真情，我们一般会比较喜欢好的东西，
但如果这个人当下处于困境呢？如果这个人当下处于我们所谓的低点呢？那么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能够去克服这个人生低点的，无论是病痛也好，无论是这个人生的落寞时期也好啊，可能是跟钱有关的，可能是跟经济有关的，还是说有家人的反对，社会里面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你们两个人所看到彼此是彼此的那个灵魂当中，或者是个人魅力当中、性格当中的那个烙印。你们喜欢的是这个人，喜欢的是这个人我们所谓的全部喜欢这个人的全部，包括这个人的缺点，包括这个人的不足，包括这个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倔强，以及他非要到很远的地方，以及他非要在那么高度里面去走不一样的一条路，所有的一切，我觉得都在你们的眼中，都在你们的情力里面，你们看得很清楚。你们也许有的地方并不能够完全的去同意彼此的做法，但是在你们的心里有接受、有包容、有理解，这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对不对？不一定灵魂伴侣就是说你做的一切我都觉得很对而是说灵魂伴侣之间尊重对方的决定，理解对方的决定，并且无条件的支持彼此，灵魂伴侣。所以这份吸引力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的。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坚信的是，无论你们现在的关系状态是相隔万里，还是说你们两个人处于这种有一点点闹脾气我们在讲可能很思念很近，但是呢却不能够去连接的状态里你都要相信你们的这份连接，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基础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彼此的心中，你们两个人很早我觉得是很早就已经下了这个承诺，就已经在心里有了很强烈的认可和认定了。而当下你们就是去克服这一个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看到爱能够克服一切，能够战胜一切。那么这个战胜的一切是什么呢？你们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一点一点的去打败，一点一点的去向彼此靠近。那么最终有一天，就是我们看到的 a long way home 回家，回到彼此的身边，回到那个你们最熟悉、最亲密的地方，回到你们之前就约定好的那个承诺里面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缘分，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第一张牌呢是隐士牌。好，我们还是以逆位的能量来看吧。隐士牌，第二张牌，力量牌。第三张牌，玫瑰酒。最后的一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是宝石国王的逆位。好。关于你们的缘分宇宙怎么说呢？这张牌在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呢，其实隐士牌嘛，作为我们的第一张，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性格方面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性格方面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的。这个像在于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把真心话憋在心里，有的时候可能会去隐藏自己真正的想法，隐藏自己真正的恐惧，或者是隐藏自己心里真正的渴望。由于非常的喜欢彼此，由于这里是灵魂伴侣所以你们在心里其实对彼此的了解，比在语言沟通上面和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要来的深得多。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一份喜欢和心里的那一份喜欢和认同相比的话，那可能只是30%、70%而已。
我们第一张牌是隐士牌啊，给我的能量的连接是说，你们两个人可能有的时候在面对真正喜欢的人面前，会变得比较的内敛，会变得比较的收啊，就是往里面去，而不是往外放。有的时候可能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啊，你们也许对待别人都是很洒脱的，都是很外向的，或者是可以去讲一些你们的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心声，甚至是有的时候还可以让自己狂一点啊。但是面对这个喜欢的人，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自卑啊。我这张牌感觉到有一点小小的自卑，这个自卑可能来自于，你们太过于喜欢，太过于想要看到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得失心有一点重。这个能量不仅仅是对指着你，也对指着你现在想测的那个人。因为这边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这边有灵魂伴侣的能量啊。那么灵魂伴侣就说明你们两个人在灵魂的深处是两个很像的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灵魂深处，你们有着惺惺相惜的感应，你们能够感觉到对方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明明想说的是喜欢，或者是希望，但是最后却说成了我不想要，或者是我无所谓。所以呢，第一张牌这个隐士牌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的话藏在心里，有很多的话憋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憋在自己的记忆里，憋在自己的梦里不曾向这个人真正的诉说。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宝剑九的一个逆位，在他这个躺着的地方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剑压在自己的身上给人的感觉是密不透风、喘不过气来的。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他想抬起自己的手，把所有的宝剑都收回来，放回鞘里，不要再去折磨，不要再去打扰，不要再去让你们的关系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压力。这个女生的这个你看这个裙子上有很多很多的五角星，它代表着希望。而且呢，在她的身边和周围，我们可以看到风的影子。她需要风，她需要鸟把它带起来，而不是被所有的压力这个思绪苦苦的压着，不能够站起来，不能够去洒脱。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去担心。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真正的连接在于心与心的感应，而不仅仅在于说外界的环境，不仅仅在于说你们上一次说了什么吵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语言让你们觉得遗憾不该说，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语言想说没有说。其实在你们的心里对彼此的那种能量的感应要来的强烈的多，你们在心里可能早就已经放下和原谅了，对方可能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经理解了你的无奈和苦衷。第二张牌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力量牌。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有的时候面对同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个人在面对生活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也很不同。尽管我们刚才讲过，两个人在灵魂的印记当中，在深层次里面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为人处事，或者是说在这个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里，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两个人的语言环境不同，两个人的年龄上或者是长相上这个经济上无论是什么，可能有着巨大的差异，信仰上面对吧？但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内心的深层次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你们理解的程度很深远。力量牌这张牌呢，就是在讲有的时候尽管两个人可能不同，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都是肉体凡胎？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是比方说爸爸妈妈，然后呢我们经过很多年的成长，最后长大，这一点来讲我们是很相似的。所以呢这张牌它是在讲，尽管两个人有的时候意见不合，尽管两个人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你们两个人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可以连接在一起，可以相互的支持，可以相互的融入在一起。就像我这边看到的这个大象在这个热气球之上，感觉到这个大象如果脱离了这个热带雨林，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但是呢这个大象你看，他给自己造了一个宫殿他给自己造了一座房子，他想到天上去看一看，但是他有存留，或者是他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带在身边，带在身旁，
那么这样子这个大象呢就可以活下来，就可以去支持它的这一段我们所谓的疯狂的梦境般的这个旅程，对吧？所以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无论这段感情在你们的心里对于这个现实的眼光来看的话，有多么的荒谬，有多么的不可能，有多么的难，你要相信的是可以办到，可以做成，只要你们坚信可以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能够容纳所有的人，能够让所有的人好好的过一生一世。我们要去相信这个能量，我们要去勇敢的用我们的力量去把它给做成了。第3张牌是玫瑰9，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关系的连接里我看到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是藏在很小很小的地方。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人不喜欢吃香菜，比方说对方知道你不喜欢雨天，不喜欢打雷闪电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它藏在你们的心里面。这些事情呢，可能在外人看来非常的小，非常的不值得一提，但是呢，这些小小的细节是你们两个人的我们所谓的私密的情语，是你们两个人不会向外人公开，但是你们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懂的一些事情。这个能量不是1天2天就能够有的。我们在讲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让我们觉得对方理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具体的内容让我们能够相信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藏在细节里面。所以这张牌玫瑰9给人的感觉就是通过你们很长时间以来的相互认识，相互的去磨，相互的去闹相互的去制造甜美的记忆，你们从彼此身上看到了很多这个人本身的烙印，烙在你们的心里。而你的习惯当中，而你的细节里面的那种细微末节的喜欢、眼光、挑剔包括挑剔也藏在这个人的心里。这个人知道你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小的喜好，甚至有些东西连你自己可能都不曾记起你都已经习惯了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对方眼中，这是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记号，他记得住，他知道，他记在心里。比方说你喜欢喝什么样子口味的奶茶，比方说你喜欢喝什么口味的咖啡，比方说你特别讨厌什么东西，他都能记得。那么在这些能量当中，它不是说1天就能够了解的，不是我们用嘴巴去说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喝那个，不是，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通过你们的很多很多的交流，通过你们很多很多的相处，慢慢的我觉得是别人把你记在了心里，是你把他记到了你的心里。所以当下呢，给人的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当中的爱有很多的内容是藏在细节里的，是藏在生活当中本身的，是那种坚持不放手，然后别人是无法轻易取代的。最后一张牌我们这张牌是一个宝石元素的一个国王，当下呢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因为这段感情我们刚才讲过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或者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让你们两个人重新回到那个最美好的状态里，或者是让你们重新回家。你是他的家，他也是你的归属。那这张牌宝石国王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可能有的时候面对生活里，我们有的时候会倔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叛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天马行空，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成长、长大、变强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能省去的。这张牌就是在讲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你们要通过生活里的我们所谓的小磨小难，或者是通过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通过生活里面你们两个人的，比方说相爱很深，比方说吵架断联，再比方说你们两个人面对事情里的争执，你们面对事情里的坚韧，意见统一，一致对外，很多很多的细节，来把你们慢慢的磨，慢慢的培养成一个真正能够成为彼此依靠和肩膀的那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可能相爱容易相处难，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爱的基础，你们又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么在生活当中的小事里，在生活当中的细节里，不要去忽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有好的爱情作为基础，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这份感情真正的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我们所谓的
落地生根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让你们两个人去组建最温暖最坚实的这个港湾那么你们需要把这段感情拉到现实层面，拉到生活层面，拉到两个人可以去相互陪彼此到老的层面。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够为你们去连接这个能量，我可以感觉到很深，就是这段感情你们两个人都付出了真心，无论你们当下的感情状态处于什么样子的一种关系里是遇到事情了呀，还是当下正在等待呀，还是走得很好，但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让你们觉得我们在讲感情不断的都是学习，只有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那一天，可能回过头来才能够真正的确定他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我跟他终于走到了最后那一天，这个陪我到老的人真的就是他，我们不到最后那一天谁都不知道。那么当下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慢慢的探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试探的这个旅程当中。那么宇宙呢，在这里希望告诉你要真实的，要去实际的我们在讲有些感情可能太过于理想化，反而会折损，反而会让你们心里产生那种悲观的差距的落差的感觉。我们要很实质的，我们要靠谱的去期待或者是预判这段关系多长时间可以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去这个过程如何的走在一起，不是说完美的，不是说100分的，而是现实的，可以去实践的，可以做到的，你能够做到的，他能够做到的，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给予的东西，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预设，不要把一些东西想得太高太美好，反而会让自己伤心和失落。所以说当下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总体来看，我觉得你们是找对人了你们是已经遇到了这个对的人，或者是说这个人值得你去好好的相处认真的去克服一些事情，尽管有些事情可能需要去克服，但是爱的能量是很深的，有了这份爱，我们才能够更加坚强的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对吧？我们在讲小孩子的世界里可能比较的美好，当然现在的小孩子世界可能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大人的世界里可能糟糕的事情，烦心的事情更多。那么你们两个人要如何的连接在一起，去面对这个我们所谓的有一点点冰冷的世界，让你们的生活，让你们的这个小世界变得温暖无比有爱无比呢？这是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做的功课。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跟建议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能量。好，请宇宙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指引跟建议好，我们这里是第一张牌，这里是夏季元素5，我们抽到是蜻蜓的能量。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给你呢？这张牌呢，宇宙在讲请你去专注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无论这个事情怎么发展，出现什么样子的事件，其实这一切都是宇宙为你安排的。那请你去相信最后的这个结果一定是美好存在的，宇宙为的就是让你最开心最幸福。第二个能量呢，这张牌是在讲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取决于自己的一个态度。同样是半杯水，如果我们看到是那空的半杯水，我们就会觉得很遗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那已经还残存的半杯水，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值得感恩，生命值得庆祝。就如同当下你们的关系，我们看到是有挑战，我们看到是不完美，但是我们能量的集中点是看向的是我们的爱很多，你们的爱很多，你们的爱可以战胜一切，你们的吸引力是灵魂伴侣超越表面，超越浮夸的，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喜欢。如果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这样子的一份积极的话，那么一切都将快速的得到一种恢复，你们将能够快速的继续向前。这张牌给人的感觉比较像是宇宙在建议你们如何的去挣脱当下的这个宝剑9的能量，对吧？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思想里的包袱打破放下，怎么样让生活朝向这个光明的未来继续进发。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
夏季元素的皇后。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白天鹅。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啊，值得深度的去讨论。因为你们是灵魂伴侣，所以你们的感情可以走得很深，可以走得很浓。白天鹅，当下呢，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误会的话，或者是当下内心有什么期待的话，你们两个人其实可以好好的在情感层面做功课。因为两个人是灵魂伴侣，因为两个人爱得很深，所以你们两个人啊，在真正去面对问题的时候，在真正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些期盼的时候，你们要相信彼此是能够相互理解，是能够深表同情的。你们将理解彼此，你们将爱彼此，你们将愿意给予彼此最美好的感情的盛宴。那么这张牌呢，也就是在讲啊，在你去满足对方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对方如果看到你这样做的话，他也会更加勇敢的、大胆的说出他对你的期待，他对你的希望。那么这样子，你们就能够进一步的去加深彼此的信任，加深彼此的理解，加深彼此我们所谓在真正情感当中的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怀。好，那这里呢，就是今天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为大家所连接关于你们的这段缘分非常的感动。今天呢，可以为大家看到这是一段灵魂伴侣的连接。那么祝福所有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能够快速的回家，祝你们能够早日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一颗粉色的水晶，好，放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你们的缘分，你们究竟是灵魂伴侣的关系，双生火焰，还是露水情缘，又或者你们是其他的什么样子的关系或连接吗？那今天呢，想通过这样子的一期占卜呢，为大家去连接你现在心中想测的他跟你之间的缘分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好，那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占卜之前呢，首先呢，让我来为大家抽到今天的一个验证，我们来连接一下关于你和他的背景能量，还有背景信息。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一直在绽放的玫瑰花，打开盛放，一切都是为你发生的。好，那么这张牌出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有非常美丽的一种发展。每一次的发展，每一次的关系的连接它的深入，其实呢都是在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去完善自己，完整这个自己。它的关系的核心的意义在于说，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核心跟本质，你要去了解自己的价值，你要去了解自己生命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一段关系其实是我们所谓探寻自我的一段关系。那么第一张牌呢，我也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关系还有连结当中，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因为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发展，你也在每一次的相处当中，联系里面，连结当中，你在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你在慢慢的发现自己的美，你在慢慢的发现你原来没有他之前没有发现的那一片片自己的模样。所以说这段关系呢，它的过程是非常美丽的，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会让第二副牌的朋友感受到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你应该成长了很多。也许这个人在某些地方他点醒了你，他提点了你，或者是这个人有点像是人生导师一样他在某些地方让你觉悟，让你开悟，让你发现了一些你之前没有办法发现的，或者是这个人他对你说了一些话语，这个话语是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的。他对你讲，比方说某些地方你很优秀，某些地方你非常的特别，
也许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是你的闪光点，但是他却能够看见。所以这个人有点像是提着一盏明灯，把你导入了一条正确的大路。这个人比较像是在这个我们所谓这个玫瑰花，它是这个温暖的四季，它的温度，它的风它的雨露，它的阳光，在一点一点的滋养你，把你的自己的能量我觉得是盛放开来。这个是第一张牌。我们来看第二张牌我们今天要做这个验证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我们来问宇宙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背景信息和连结究竟是什么？希望宇宙给我们一个验证，感恩。第二张牌是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也就是在讲第二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你们两个人是朋友是朋友关系，那也就是在说你们两个人就算撇开我们在讲这个情爱，我们撇开男女之情无论是同性的朋友这边你们自己对应一下，那你们两个人是彼此生命当中最好的亲密的伴侣，是朋友关系。你们两个人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有非常好的友谊。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感情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是有些人呢却能够爱得很通透，爱得很随性那么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关系里感觉是两个很通透很随性的人在连接着。你们两个人可能有来自不同的背景，或者是两个人有非常不同的性格，又或者是两个人来自非常不同的环境但是你们两个人却能够在今生的此时此地，或者是某时某刻两个人有缘相见，两个人有缘呢能够去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一段陪伴，至少是当下是一段路，你们在陪伴着彼此。这里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他好像陪你走过了一段人生比较冰凉的岁月，或者是你陪他度过了他生命当中一段可能有一点寒冷的世界。你们是彼此的光束在冬天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围脖，我们需要一件毛衣来温暖我们的心。那么你们是相互彼此的毛衣，你们是相互彼此的一种温暖。在人生当中漫漫的长路里，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灵魂，但是由于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你们两个人的相见，让这条本来是自己走的一条道路仿佛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在身边为你呐喊，或者是你在他的身旁为他助威，你们两个人一起走，好像都在走自己的路，但是又同时有了交集，同时呢又有了观众，有了陪伴，有了支持，有了鼓励。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当下，你们是彼此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些朋友来看这个缘可能是想知道你们两个人除了朋友关系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还有一些朋友呢，当下可能跟这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精神连结，又是可能在发展的感情的这个情侣但是呢你们可能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是如何强大的连结，这段连结这个缘分有多深，能够把你们带到走到多远。可能有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族群的朋友来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OK，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了。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信息，关于你们的关系好，就给我们指示。等一下金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关系背景信息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宝剑六。你们在带彼此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的、比较美好的一个地方。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有着一波三折，但是这个一波三折呢，对应的是你们自己的生活里的阻碍、烦恼、不顺心。这些能量在你们各自的生活当中出现了，
但是呢，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样子的时刻，你们遇见了彼此，你们发现在人生可能有一点艰难的地方遇到了彼此，这个人给你们提供了帮助，这个人给你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这个人给了你们强大的安慰，所以呢，你们才能够勇敢的在人生的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候继续向前，勇敢的继续。这段关系我看到是你们让彼此成功的走过了人生的一段比较艰难的一段路那么现在呢，你们可能正在走着这一段艰难的路，或者是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你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旅程当中，之前觉得很难很苦的东西，反而成了宇宙给你的礼物。因为这段很艰难的路让你们收获了一个人生的挚友。这段很艰难的路让你看到了一个人他的真心，这个人对你的诚意。所以在这条艰难的道路当中，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有2个巨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就是自己成长，只有经过了磨难，经历了这个所谓的挑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究竟有多强，自己究竟有多么的厉害。虽然这条道路走的时候，经历的时候可能是比较难熬一点的，但是走过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强，或者是自己变强了。第二个能量，在这段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们收获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你们现在所测的这个人。你们看到这个人真的很不错，这个人真的很优秀，这个人的品德真的很高，或者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值得你去相信。在人生不好的时候，这个人都能够我们所谓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人都可以去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那么在人生好的时候你看我们看到这里宝剑6，在人生即将经过好的道路的时候，人生转折成功，突破成功之后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更加的跟你2个人有我觉得是很甜蜜的一些日子或者是很甜美的一些时光可以去共同的经历。所以这段人生的经历让很多人我觉得是非常的留念看起来好像很艰难，好像很苦，反而让你们的心中我觉得是印象深刻，流年忘返OK， 来我们看第2张牌，宝剑4的一个逆位。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这段感情关系里面，你们是得到了疗愈，甚至可以说你们不需要去自我疗愈，而是被他疗愈好了自己的心。宝剑4的一个逆位，很多事情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痛苦在走的时候你们曾经以为这条道路或者是这段人生的旅程非常的难熬，可能是非常的煎熬的，但是走着走着却发现宇宙并没有忘记你，并没有忘记去保护你，保佑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宇宙派来了守护天使，宇宙派来了一个你亲爱的朋友来陪伴着你。所以呢，这条道路当下反而显得好像没有那么的不好。有些朋友当下呢可能会觉得生命里的挑战也不过如此因为你挑战成功了，你看正在盛放的玫瑰花，你挑战成功了，你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真谛，或者是走入了自己你觉得是正确的道路，反而在庆幸着，在感恩着这段人生旅途带给你的精彩。你在回顾过去的这段生活，你可能会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得所以这个宝剑4给人的感觉是你马上就要出来了，从一种我们所谓的好像有点困难有点难熬的状态里出来了，你马上就会变得开始对生活对世界里的所有变得感恩，或者是感觉到很有兴趣，很想去发掘这段关系究竟未来会如何的去发展。这个人陪伴了你，这个人支持了你，鼓励了你，那接下来呢，这段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我觉得是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心中非常期待的一个主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询问宇宙，关于你跟这个人，你们究竟是如何的缘分？感恩。我们来听宇宙给的信息。好，医生，请你告诉我，关于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跟他究竟是怎样的缘分呢？我们第1张牌抽到是这个连结。他说这一段爱的连结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那也就是说，这段感情它不属于一见钟情，它属于越相处越浓密就是越相处越喜欢，越相处你们的连结就越强，越是经历了磨难，经历了一些事情，反而让你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
我一直都在讲啊，其实有的时候感情当中，我们去跟某一个人的连接，看看能不能连接得很深，需要一些契机。有的时候这些契机并不是美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真正跟这个人连接强大，在于说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面对意见分歧的时候，遇见阻碍的时候，当两个人的利益可能有冲突，当两个人可能面对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选择才能够见到真心，才能够见到本质。如果这个人不够爱你，他可能会撤手离去；如果这个人不够相信你，他可能会我们所谓的怀疑并且离开。只有当我们遇到真正愿意相信我们的人，愿意陪我们的人，真心为我们好的人，就能够在困难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对我们的坚定，就能够看到这个人对我们的真心。于是你们两个人的连接就会去连接的非常紧密，连接的非常的深，非常的强大。当你们走完了这一段，比方说困难的路，或者是艰难的路，当你们来到一个平静的地方，平坦的路之后，你们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创造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们曾经的经历，才是你们感情当中最宝贵的精神基础。所以这张牌 Bond 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曾经，比方说伸手援助过你，或者是你曾经伸出援手救过他。这段恩情不仅仅是爱情，这段恩情让你们两个人的连接是无比强大以及特别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易的去取代，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易的去代替。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愧疚。他说不要让愧疚挡住了你们走入快乐的道路。这张牌说明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困难的道路当中跟这个人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又或者是说在你们两个人的友谊当中，可能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对不起，可能自己的内心有所亏欠。那么这个能量也有可能是对应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对你有所亏欠，尽管你们是我们这边看到非常亲密的朋友，无论是什么关系，感情关系、友谊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我们都在期待着完美，我们都在期待着这个完美的无瑕。但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像我们人本身不可能不犯错的不可能不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肉体凡胎来到这个地球，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要去通过比方说学习、更正错了然后爬起来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来成就自己，来成长自己。所以当下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愧疚，或者是因为一个错误有点像是不放过自己，揪着不能够原谅。对方也有可能是他的愧疚感，他做的一件错事情，不敢跟你去继续往前，不敢去真正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在愧疚当中还有什么？还有遗憾。那么愧疚和遗憾，这是两个能量相互去连接的，他们的始作俑者都是恐惧。恐惧什么呢？就是恐惧自己不被原谅，恐惧自己被拒绝。那么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就要好好的去想清楚了，究竟你们是爱的能量更加的多，还是说因为愧疚而离开了这一段可以去往快乐和平静的方向发展的一段缘分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关于你们的缘分，我们来让宇宙给我们指引。好，宇宙告诉我们，选得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缘分究竟是什么第一张牌，这个是圣杯一贝壳一。感觉这段关系它的这个有非常好的能量，但是就是被阻碍住了。OK， 来第二张牌，这个是玫瑰的国王，有一点像是想爱，但是又很怕这个能量。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都在感情当中是慢慢成长、慢慢学习的两个人甚至你们可能从来也没有说对一个人如此的上心。第三张牌是宝石五，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呢是宝石王子。OK， 对，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无论你们现在是年龄多少啊，或者是谈过几次恋爱啊，还是说没谈过几次恋爱，我都看到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那种在摸索的这个能量啊，你们两个人肯定都心动了啊，这个爱的能量在这里，这是一个贝壳一，你们两个人肯定都有心动的感觉，但是这个心动的感觉伴随着焦虑，伴随着害怕，伴随着愧疚。这里呢有点像是两个关系很好的人啊，感觉有一点害怕去打破这个平静，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裂痕，出现了一些分歧，甚至出现了一些可能意见不合的地方，让你们两个人就是说害怕去跨过这一个边界线。因为我这边看到你们的连接很强大，而且这个连接的强大在于说你们两个人可能之前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呢在一些事情当中你们帮了彼此啊，你们帮了彼此，你们给了彼此非常强大的精神的一种陪伴，精神的一种鼓励，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感情基础层面，你们是非常好的。但是从一个好朋友走到恋人，走到情侣的关系，它是有一个不同能量的升级的，或者是不一样的情感的。当下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贝壳一的能量当中，你们其实已经有这种打开了心。你看我们这里是一直都在盛放的玫瑰嘛，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变换的变化，通过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对于一些事情当中，你们的相处，你们的态度，你们的这种处理方式当中，以及看到了自己可能对这个人的欣赏，看到了自己对这个人的一些不是特别赞同的，又或者是看到了很多关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的一些预判，一些所谓的 judgment。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里啊，贝壳一的一个逆位，心里已经有了很多的情绪，有了很多的感情，但是不敢让这段感情真正的顺其自然的流露出去，不敢去就是不敢去让对方知道。有一点是悄悄的把这份爱埋藏在了心里啊，悄悄的把这份爱埋藏在了心里。对方呢，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啊，我这边看到对方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其实是很想跟你去尝试的啊。这边第二号牌的朋友，我觉得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又或者是你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希望，可以跟这个人有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有不一样的一种连接方式啊，想去打开另外一种境界。但是呢，你们对于这段感情啊，心中有非常强烈的焦虑。这个焦虑来自哪里呢？有可能是来自于害怕当下打破这个朋友关系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不好的。那么好的是你们心中的期望，但是不好的你们能否承担呢？这个也许是你们当下这个焦虑的部分。第二个焦虑的部分呢，还是来自于这个愧疚感。这张牌这张愧疚有几个原因。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这边听到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有人还在另外一段关系当中？也许是对方在另外一段关系里，也许你被束缚在一段关系里，想去跟这个连接，但是知道自己当下没有资格，或者是当下没有这个自由去跟这个人好好的连接。第二个呢，这个愧疚也有可能是在讲你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你们两个人产生了摩擦，让你们两个人产生了分歧，让你们两个人有非常强烈的意见不合的这个能量信息。所以说你们两个人通过那一件事情，导致两个人的内心可能都受到了一些伤害。这个伤害呢，可能是你们之前不曾期待的，不曾预想到的。但是呢，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如果真的是一些事情意见不合，或者是吵架了呀，这个就是两个人闹矛盾了呀，你们要相信的是没有任何的感情关系可以是一帆风顺的。当你们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合、吵架的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不开心了，你们要想的是如何去解决它，如何去让两个人的关系通过这样子的一次事件我觉得是找到一个可以去解决的出口，找到两个人可以去交流的方式，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只有你们找到了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交流方式，你们才能够去对未来关系里的任何，比方说事件，任何的误会，任何的不开心，做出有效的沟通，来有效的去解决，有效的去开解你们心中的这个不开心的这种
矛盾啊，或者是郁积。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宝石王子了。这张牌是在讲关于你们的缘分，其实你们需要去共同的去打造。有些事情啊，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去预测到最遥远的未来，不是一开始就定好了白首到老。有多少感情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了白首到老，可是没有走多久，可能两个人就越走越远，最后呢形同陌路。但是有些关系可能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承诺，也没有那么多的山盟海誓，但是两个人仍旧不放开彼此的手，两个人呢仍旧在面对的生活里可能出现的任何状况。所以说呢，我们的最后一张牌这个宝石王子，它讲的是一种慢慢的去培育，慢慢的去经历，慢慢的去成长，慢慢的让彼此我们所谓的爱上彼此，让这段感情关系呢可以去打开，可以去升级。所以一切事情都是在慢慢的为我们去发生，我们可以在这其中去感受到自己可能心也被打开了，也慢慢的感受自己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我们成长了，我们成熟了，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感情里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勇敢的面对我们真正想要去抓住的，我们想要去争取的这段爱情。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这边呢其实感觉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露水情缘啦，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潜力，但是这段关系呢又不像是说一开始就能够注定结尾，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够去预见你们两个人一定可以走到最后，而是说这段关系里有很多的一些经历，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相处，它是在一点一点打开的。如果你们不能够去成功的，比方说走完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永远打不开。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去一点一点的前进，一点一点的去升级，一点一点的去建造的话，那么你们的关系有可能会走得很远，有可能一直走下去。所以当下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缘分关系在于说你们今生今世宇宙已经给了你们一个机缘，这个机缘让你们成为了彼此的好朋友，这个机缘让你们两个人相遇了，让你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连接，而且这个连接还很强。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缘。我们在讲缘分其实呢缘是什么东西？缘就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跟这个人相遇。那么我们今生今世跟这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能不能白头偕老呢？这些其实在乎说我们怎么样去把握。所以我们在讲每个人都是有命的，但是每个人的命数呢又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比讲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你们当下呢，我们从这个能量当中看到的是有缘我们看到这个是贝壳一，你们两个人有缘，你们两个人心中有爱，你们两个人呢成为了彼此的朋友，宇宙已经给了你们一份机缘，让你们在这一生这一世有机会相遇。人海茫茫，我们能够有机会跟这个人成为朋友，我们有机会跟这个人去聊天，跟他去共处共事，这已经就是一份机缘了。那么机缘来了，我们抓住，那么机缘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能够跟这个人最后走到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建造的东西，它不是说不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段关系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好的潜力，有非常多的一些美好的信息，你们两个人同时都有心动的感觉，你们两个人同时都想这段关系有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当下这段关系里，在现实的层面当中，确实两个人心里有焦虑，确实有一些问题，确实有一些你看愧疚的感觉在这里。那么这诸多的一些小问题，你们要去解决它，一些结搭你们要去解开它。我们看这里宝剑四的逆位，是不是当下心中有一些不能够去释怀的东西，不想去释怀，不想去原谅，不想去我们所谓的放下呢？那么如果是的话，你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通关了。那如果你们愿意去解开这个结搭，愿意去放下，愿意去原谅的话，那么你们就像这个我们看这个船上的一个人和两只白鹤，你们就是同舟共渡对不对？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对抗这个我们所谓的
风浪，对吧？风雨一起去对抗，让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这个小船，也就是你们的关系，可以慢慢的向前，可以一直的走下去，成为彼此最好的陪伴。可能过去有很多的事情让你们有所遗憾，过去也有很多的事情让你们有所不满意，但是人生是要往前看的，只有我们去原谅和放下过去，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看到当下的美好，并且去憧憬未来的可能。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有很多心态的调整，有很多成长在等着你们去学习，在等着你们去领悟。所以说第二个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缘分我觉得当下宇宙呢，它并没有告诉你这段缘分一定是双生火焰，一定是灵魂伴侣。但是我看到的是，这段缘分是值得你们共同去探寻的，是值得你们共同去建造的，就是要去培养这个感情，对吧？要去努力就像这个园丁，对不对？你们两个人都是园丁了，你们要一起去养一棵大树，养一棵这个花朵，那么这个努力施水浇肥它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你们两个人都努力，只有你们两个人面对问题都不恐惧，都不退缩，并且勇敢的面对，你们才能够打破你们的焦虑，打破这个所谓的愧疚，打破所谓的这个结界，让你们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升级，一点一点的绽放，最后呢就是最美好的我们所谓的爱情的样子。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一些指引跟建议可能第二路牌的朋友比较需要这个信息，包括你们当下比方想怎么样跟这个人相处，包括宇宙给你的一些提点，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有什么样子的提点和建议？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秋季元素1。这张牌是一张很吉祥的牌。我对宇宙当下呢，给了你一个预测给了你一个预测。这个预测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关系未来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发展。宇宙希望你心里能够充满富足，不要内心呢我们所谓的缺乏或者是担忧。你要相信美好，并且真正的愿意去信任这个美好。这个信任的美好是什么呢？美好真的会来，美好真的会到。比方说你们需要的面包爱情里的面包，比方说你们需要的一些帮忙，比方说你们需要的一些贵人，比方说你们需要的一些好朋友都会来家人的支持陪伴，还有对方的支持和鼓励都会来。这张牌呢，还有关于你们的工作。也许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因为工作、因为金钱、因为外界的一些条件受到束缚的话，那么宇宙这张牌呢，是在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转的一切都会好转的。如果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各自如果有工作相关的问题影响了你们的感情生活的话，那么宇宙在告诉你工作会好的。资源会变得丰盛的，并且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意，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项目会在未来呢进入到你们的生活。那么这样子的一份礼物我们所谓物质层面的礼物，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去建造你们的爱情。我们在讲爱情和面包，面包是爱情的基础。那么如果你们焦虑的是面包有关的问题的话，宇宙在告诉你，这个面包的能量会到所以请你们坚持住，不要担忧，不要害怕。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春季元素6。这张牌呢有关于什么呢？这张牌其实也是一个相关于未来的一个预测宇宙当下在告诉你，未来可以迎接成功，未来呢可以去迎接美好。那也就是在讲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有点头疼这段关系没有进展，头疼这段关系没有突破，头疼这段关系好像当下看不到这个成功和胜利的话，那么宇宙当下给你的一个指引，就是在告诉你成功会来的，你要相信它。那么在未来的成功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跟工作有关的也许有些朋友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当下对这段感情呢可能发生了一些怀疑，或者是怀疑自己了。宇宙在告诉你，未来呢工作会好起来，也许你会得到升迁，也许你会得到升职也许你会得到一份奖金，包括奖学金等等相关的
你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也许你会同意啊，你会得到比方说家人朋友的同意，跟这个人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阻碍是因为有人反对的话，那么这张牌是在讲这个反对的声音可能在未来会得到一种改变。原来别人不看好的你们，未来呢可能别人就会觉得还不错，又或者是因为一些个人的能力的提升，或者是个人条件的提升，导致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啊被撤销，或者是会被撤回。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得到别人的祝福，别人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人还不错。所以说在未来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呢可能会有好的转机。当下呢，不要太过早的就去悲观，不要太过早的就去怀疑，而是要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去相处，继续的去培养，继续的去建造，把一些结答，把一些误会解开，把一些需要的疗愈和原谅做到位。那么继续去向前，我看到的是未来美好的一些关系的发展在等着你们去遇见，在等着你们去打开。所以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这段缘分其实是很好的。在我们的地球当中其实有些关系反而没有那么高期待值的能走得更远，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我们所谓的一定要是灵魂伴侣什么双生火焰，反而没有这些头衔的关系，可能会让你们更加接地气的，更加踏实的去相处，去磨练，去提升。那么这段缘分，这段强大的连接，它才是能够保证你们继续走下去，走完走得更远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保证吧。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们两个人的缘分。这段缘分呢，说不上非常的完美，也说不上所谓的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这段缘分呢却非常的有温度，这段缘分呢却非常的有前途，有发展的潜力。所以呢，希望第二副牌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去把握。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们缘分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当下的你。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黄金疗愈水晶。好，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是来看你们的缘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看关于你内心想测的这个人跟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缘分，如何的连结。那我们在进入到这个缘分之前呢，我们首先来通过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抽到的这一副牌你们选的这副牌，我们来连接一下你们的背景信息，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或者是感情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来看一下宇宙当下能够给我们的验证究竟是如何的内容。感恩宇宙。好，我们这里是12号牌 Slow and Steady， 这张牌是在讲慢慢的稳稳的。那么这一张牌呢出现以后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宇宙当下呢就是在讲是慢慢的稳稳的在发展慢慢的稳稳的在发展。当下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速度有点慢呢，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朋友是不是觉得这段关系不知道这个我们所谓的尽头两个人能不能够慢慢的最后呢还是能走到一起。如果是性格比较就是急一点的朋友可能当下会有一点担忧。那如果性格比较慢一点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种感觉很不错感觉到自己仿佛遇到了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个人。这段关系的发展，它的节奏，它的速度让你觉得很安心。虽然没有什么所谓的轰轰烈烈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但至少慢慢的稳稳的让你觉得放心，让你觉得很舒服这里是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一个能量正如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选的这个黄金疗愈水晶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是平和的，甚至说这段关系可以到疗愈你们的心，可以使你们的心通过这段感情变得柔软起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出生的时候都柔软哈，但是呢，遇到事情以后，可能会让一部分的朋友的心开始慢慢的硬起来，竖起一道高高的心墙。不是我们愿意，而是说这个世事难料啊，不得不防，不得不去保护自己。但是呢，通过这段感情啊，可能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开始慢慢的心变得柔软了。这种节奏，这种速度让你们觉得安心，于是说你们的心墙如果有心墙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心墙也是在慢慢的往下走的慢慢的融化了你们的内心世界，而你们的真实的内心的那一面我觉得也是在一层一层的剥开，让你们两个人越来越了解真实的那个自己。真实并不代表完美，但是真实坦诚以待，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安心。所以呢，我们看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的第一张牌验证也许你对这段感情的评价，当下就是在慢慢的、稳定的往前发展。好，我们来抽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能量的验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来你们的缘分，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宇宙怎么说关于你们的这个情感的背景信息我们抽到了伊娃。伊娃这张牌呢，其实是有一些 deception 我们看这张牌究竟大家看到了什么这副牌卡里你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这个丛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花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士的脖子上呢有一条毒蛇。这张牌它真实的意思是在讲欺瞒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有些东西可能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完美，但有些东西呢可能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糟糕。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当下有两面性。所以你看我当时抽到这张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slow and steady 慢慢的稳稳的，对于想在关系当中更快一点的拿到结论的朋友，更快一点的想知道未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忧。为什么忧呢？因为有一点急嘛，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就会担心，万一这个结果跟我们想的不同怎么办？那另外一面是，如果本来就喜欢慢慢发展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很舒服所以说慢这个能量本来就不分好坏，只是当下的这种状态而已。而伊娃这张牌呢，是在讲可能当下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些隐忧我这边觉得不是大的问题，是一些隐忧，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确定，让你们可能内心的某一个小小的角落有一点担心，仿佛这段关系当下看起来其实是很美的，但是呢，总有一个两个的问题可能你们不曾真正的诉说，不曾真正的勇敢面对，不曾真正的把心打开。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隐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你们平常不太敢去触及的敏感问题。我们看这条蛇，它缠绕在这个女士的脖子上面其实离心脏很近，是不是？但是呢，从这个整个画面来看的话，蛇很小蛇非常的小，仿佛一条这个项链戴在脖子上面，而其他的地方都是很美好的，兰花，对吧？菊花，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异的花朵。所以这段关系我觉得给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感觉可能是很奇异的，很特别的，很不一样的，里面有很奇妙的一些吸引力，让你们不想离开，但是又存在一点点的隐忧，让你们有一点小小担心。所以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来看这个主题，也是因为小小的这个隐忧，小小的担忧，你们想确定这个能量，想通过宇宙的信息来确定这段关系是你们心中所想的美好。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验证。我刚才还听到一个能量就是说这个慢，对吧？慢跟稳。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因为速度很慢嘛，所以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成本。那如果有一部分朋友呢当下比较急着去结婚的话，或者是急着想去定下来的话，可能会有这种我们所谓的不希望成为这个备胎，不希望成为这个所谓的第二选项，而是希望这段关系是真正的两个人认真的把你我之间
彼此之间当做唯一来对待。所以慢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而是说要全心全意，是吧？好，第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段关系究竟你们的缘分啊，来自宇宙的背景信息。Council of Light 啊，光之顾问啊，光之顾问。这张牌呢讲的是有指导灵的帮忙啊，有指导灵的帮忙。我觉得当下第3副牌的朋友啊，这个引诱的能量呢，它不存在完全的现实状态，它还没有完全的显化出来，但是在你的心里，但是在你的我们所谓的你的肚子里面啊，你的感知里面，你的直觉里面，我觉得你能够跟一些高我指导灵去对话。有一些朋友呢是觉得这段关系尽管慢，但你心里却觉得很确信；有些朋友呢是觉得尽管很慢，感觉很稳，但是你有小小的隐忧。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啊，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的隐晦，非常的小。这个声音也不是从外面逻辑事实分析出来的，但是你的心里就是有一个声音，它来自你的高我，来自你的指导灵。你觉得关于这段关系，你有一个小小的感觉，当下这个感觉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很明确，就是觉得知道这个地方你想了解，或者是有些朋友觉得这个地方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就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情你还没有遇见，或者是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隐患你当下还不明白，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段关系尽管很慢，但是你却非常的确定，尽管有眼前的问题，但是你却觉得对这段关系啊，你坚信不疑，你觉得这是宇宙的安排，让你们2个人在此生此世此地相遇。 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塔罗牌，关于你们的缘分啊，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第1张牌，圣杯七。有非常多我们所谓的这种幻想啊，有非常多的想象，这段关系让你们浮想联翩。第2张牌是战车，逆位的。这段关系有些地方是有阻碍的，或者是有些地方有难以控制的局面啊，但是呢，仍旧不想放弃。好，第3张牌，圣杯侍者，这是一段新的感情啊，这段感情可能时间不长，但是呢，你们在直觉当中有非常强大的一种连接感，因为我们这边的塔罗全部都是指向着水象元素啊。也就是说，在你们的心里对这段感情啊有非常特别的一种感应啊。第3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也是一群非常相信缘分的一个族群，缘分对于你来讲很关键很重要，你们很相信自己的那种感觉啊，比较是感性的朋友啊，在第3组，所以这段关系呢，可能当下啊我们看到的状态比较慢，比较的稳，但是呢，在你们的心里对这段感觉，对这段感情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期待，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你们在心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当下这段感情，我觉得是稍稍的欠缺一点。大家看啊，这是圣杯侍者，当下的圣杯七里面啊是一个空的状态，有很多的鱼，所以说你们需要给这段感情注入更多的情谊，注入更多的能量，注入更多的关怀，让这段感情关系呢可以真正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天上变成真正的呈现给彼此。所以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有可能是有一点暗恋的有一点暗恋的，有一点像是精神之恋啊。也许你们当下都没有戳破这段关系，你们都还不知道彼此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们已经在能量的磁场当中，在这个无地当中连接紧密，现在的感情处在天际。圣杯七在你们的脑筋里，你们可能时常偶遇，你们也许时常会碰面，甚至时常也会打招呼，但是当下你们看到的这段关系和实质上还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你们需要去通过这个慢慢的稳定的一段时期，
走完这一段时期，才能够真正的去驾驭，或者是真正的打开这段感情真正的一些我们所谓缘分里的内容啊。圣杯侍者，现在的你们呢，属于初见，或者是处于能量还比较弱的状态。战车的逆位，你们现在去相遇或者是去连接的话，有一个阻碍，这个阻碍有可能是不能盲目的去自我介绍，不能盲目的去跟这个人我们所谓的亲密连接，又或者是说这个阻碍在于你们两个人有距离，你们两个人有一个跨度，有一个代沟，有一个鸿沟，你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意给出去。但是心意已经在你们的心里蓄积而成圣杯侍者已经蓄积而成，所以你们两个人当下是小小的关注，小小的祝福，小小的一种期盼，速度很慢当下这个关系发展速度很慢，非常的慢，但是呢比较的稳定不存在那种很激烈的冲突，也不存在非常激烈的矛盾，只是说慢慢的再往前走，或者是非常非常慢的还在继续观察。那么伊娃这张牌呢，就是当下这段感情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美好你跟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梦，你经常会感觉到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和左右，但是真正的连接，具体的相处有所缺乏具体的相处是有所缺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缘分究竟是怎样的好，宇宙告诉我，第一张牌幻境。好，这张牌呢是在指之前我有讲有一部分朋友选择到第3组的，就是说也许这段感情里很多地方都还挺好的，但是存在一些隐忧。这个隐忧呢，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幻境嘛，跟我们这个女生这个蛇很像。宇宙说这里有一个隐忧，有一个幻境因为这个隐忧这个幻境，你们不要因为他们而错过了一段非常好的灵魂之间的连接。所以说有些朋友就是这张牌出来呢，是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放大这条毒蛇，就是这个毒蛇放在这个女生的这个脖子上它究竟是真还是假，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判断的。有可能这条毒蛇仅仅只是装饰而已，它仅仅是像蛇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蛇，它并不会伤害到你们。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能量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就是非常的担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们害怕进入到这段局里面去。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段关系里你们只一只脚进入到了水里，只在心里去想，只在那个脑海当中去幻想但是不敢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如果不全身心的投入，那么这段感情肯定就会非常的慢一段感情就算再美好，等的时间过久，不启动的话也会放凉。所以我们这里的第一个能量 illusion 在于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太过于的紧张这段关系里存在的一些阻碍。因为我这里有个战车，也许是因为你觉得两个人不熟，也许你是觉得两个人异地比方讲也许你会觉得两个人因为可能什么地方你觉得他条件，或者是你觉得他的某些地方不符合你的要求。就每个人在这个选择对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甚至有些要求可能是觉得他个子或者是身材或者是有些要求是这个人的环境这个人的教育或者是觉得这个人的比方讲年龄或者是这个人的背景信息讲的话语还有他的一些团队工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样子的工作无论是什么这些外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些地方不能完全匹配你的要求。那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呢几率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差一点点或者是跟我们以为的有一点差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过度的去美好，过度的去完美化。有些事情看起来当下不同，并不代表它不好，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当下这个 illusion 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幻境
啊，把一切东西都想得太过于的美好，把一切东西都想得太过于糟糕，都是幻境，没有那么糟糕，也没有那么美好，只是你们两个人要落地啊，要接地气的去真正的相处，去真正的把你们的想象变成你们的情谊，把你们的想象变成真正的相处，哪怕相处有的时候会有尴尬啊，会有这个失误，但是那也是真正的相处，你们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去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了解啊，圣杯式的真正的去了解究竟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究竟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角色，你们要去真正的体会才可以啊 illusion。 好，第二张牌，对啊 spiritual， 这张牌就是精神之恋嘛，这张牌是讲精神之恋啊，才刚刚开始，精神之旅才刚刚开始，已经开始。那么这段关系啊，刚才我从这个连接里面，我们刚才讲过，强大的直觉，强大的感应，但是缺少抓地的感觉。所以这段关系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怨什么？太慢了。怨什么呢？就觉得这段关系抓不住。怨什么呢？就是觉得在脑海里想象，觉得啊太好了啊，非常的有机会啊，这个人很符合我的要求。一边又想，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两边的摇摆不够坚定啊，不够的坚定。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第三张牌啊是 Council of Light， 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宇宙的神圣之力啊，在天际当中给你们注入很多的能量，来帮助你们。这些人呢，他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通过他们给你们的感应，让你们去勇敢一点，让你们去感觉这个人的能量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可能有很多次你们都已经对视，有很多次你们都擦肩，甚至有一些机会让你们可以去聊天，让你们去讲话，但是你们可能都讲一点点就想逃，不是因为不想聊，而是因为害怕怕失误吗？害羞吗？还是说怕什么呢？因为我这边看到的信息就是在讲你们的想象过于多非常非常的想，然后呢也很期盼，可是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去勇敢的去看这段关系里的这个所谓的美和所谓的不足。没有关系是完美的，所以不要担心没有关系是完美的，不要担心，是来什么我们就应对什么就好。OK，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缘分究竟是什么？好，来看一下选得到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是玫瑰8，审判逆位，翅膀皇后的逆位好多逆位来，最后一张牌，玫瑰7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段缘分当下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比较像精神之恋了，对吧？我们看到是精神之恋。首先呢，宇宙在讲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很多很隐晦的信号这个信号很隐晦，可能是这个人的眼神，可能是这个人的微笑，可能是这个人或者是你跟他之间你的眼神，你的微笑，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眉目传情吗？还是你们两个人的那种很细微的表达很多很多的信号，其实都在，我觉得是已经在帮你们去做语言的表达这边有很强的暗恋的感觉精神之恋，暗恋之旅你们可能不敢我不知道是你不敢还是对方不敢，或者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敢，或者是看向你们关系还没开始就已经看到这个关系里的可能遇到的问题。你看战车牌逆位的，觉得过不了关，觉得无法克服这个难度
但是呢又不能够去控制好自己的心啊。这个圣杯侍者在这里啊，又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已经动心了，已经起心动念了，已经这个能量在自己的心里啊，而且这个东西会越积越深的。所以说这个信号是你们两个人的暗语，你们都知道彼此其实已经关注了彼此，但是当前是怎么样啊？我觉得是有过度的提前的假设。我们这里是审判牌的逆位嘛，就是在讲提前的假设，提前的假设这个人会怎么样，提前的觉得这个关系会怎么样，提前的在预设这段关系里的难度，过度的去分析啊。你看这个宝剑皇后啊，过度的冰冷，过度的去分析这段关系里的利弊，过度的去分析这个关系有没有可能有最后的结果，所以太过于谨慎，导致没有办法去顺应自己的内心。我们最后的一张牌玫瑰七，它讲的是爱的勇气。爱一个人需要很多的勇气啊，放弃更容易，放弃说不要就不要了啊，放弃很容易。爱一个人需要更多的勇气，坚持需要更多的勇气。所以说当下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啊，这边可能第一个过去受伤啊，过去的伤痛，过去感情里的伤痛，让你们心里可能很害怕，很抗拒这段缘分。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它可能存在一些隐忧啊，这边就是有隐忧的感觉，我一直连接到隐忧。这个隐忧呢，它不是那么的强烈，它是隐隐的作祟，可能是这个人的某些地方不符合你的要求，可能是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内敛啊，不敢迈出第一步，想对方先主动，想彼此啊那个人先主动，你等他，他等你，就一直在这等着 ，slow and steady， 还是在像以前一样啊，打招呼啊，聊天聊几句话，然后就走了，没有任何人敢努力的、勇敢的迈出那第一步。所以现在的关系停留在暗恋当中，宇宙在讲你们两个人是有缘的，你们两个人是精神之旅，就算都没什么连接，就算都没有什么具体的相处，你们也已经在心里，在你们的想法当中啊，我觉得是编织出了很多美好的画面，也编织出了很多可能的问题，都在你们的脑海里，不在真正的现实层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宇宙的光之啊，这个光之天使、光之疗愈者啊，他们都在你们的左右，给你很多的讯号，给你们很多的传递和讯息，来帮助你们去感知这段关系啊。所以当下呢，我看到是啊，宇宙在讲，其实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你看这张牌啊，真正的灵魂连接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灵魂的连接。那如果你们害怕所谓的不完美，你们害怕真正相处了以后存在的问题，你们放弃，你们不去连接的话，那么就会错过这样子的一次机会，那就有可能变成我们刚才讲的露水情缘了。所以当下呢，第三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当前我觉得它的能量啊，既是最强的，又是最弱的。最强在于什么呢？在于你们两个人就算没有那么多的具体的连接啊，暗恋的能量很多啊，连接了可能也不是真正情感的连接，而是以一种另外的方式，比方讲啊，打个招呼啊，问个好啊，或者是工作啊、学习呀、家人呐、孩子相关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在连接，但不是真正的谈你们两个人真实的一种情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们现在啊，不敢涉及敏感的话题，不敢多问问题，说话巨小心、巨谨慎。你们在精神上对这个人的期盼很多，对这个人的想法很多，对方对你也是这样子，很多的关注，很多的这种回头，但是没有人敢真正的走出那一步，没有人敢真正的约，没有人敢真正的去聊。那么这段关系我们看啊，它停留在了这个两个人像是在这个暗语啊，怎么讲，还不是对话，这是暗号啊 ，signals。暗号，你们两个人有暗号，没有办法去打破一种东西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审判牌，感觉到就是这个能量被压抑住了，被封印了啊。两个人都不敢真正的从这种从暗到明吧，很想啊，非常的想，但是只在想象，没有真正的去做。
那么这个冰冷的这个，我们看也不是冰冷吧，就是这个风元素皇后啊，可能对于这段感情有非常多的要求啊，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自己太过于的去完美化，有很多的要求，把所有的条件都加到这段感情里，反而限制住了自己的手脚。如果去寻找一段完美的感情的话，可能总是不能开始嘛，对不对？如果不把完美放在开始一段感情的前提条件，而只是去相处，而只是去尝试和探寻的话，那么这一段精神之恋就有可能不再是露水情缘，而变成真正的灵魂的连接。你们两个人在某些方面，第三组牌的朋友非常像，非常的像。你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我现在看到在某些方面，你们有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喜好，也有着同样的美好。那么这段关系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勇敢，我们这最后一张牌正位的勇敢牌，勇气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勇敢，愿意把我们所谓的恐惧放下来，把忧虑放下来，把隐忧放下来，勇敢的去真正的感受这段关系现实层面里的好与坏，那么你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连接，会有惊喜。没有说这段感情会一帆风顺，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会有惊喜。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想一帆风顺，但是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只是说什么事情来了，我们去应对就好。所谓的一帆风顺，也是我们去把事情变得一帆风顺，最后呢，实现目标，看到那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既有可能打败我们，但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成功的助力。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三张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呢，我们看到这里，需要你们自己去勇敢，需要你们自己去打破这个所谓的慢的问题这个慢所谓的问题。我不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这个慢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就是说，一边呢也觉得慢也挺好的，至少两个人还在连接，但一边呢可能也很心急，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对不对？过度长的等待可能会耗掉你们在感情前期里面的激情，感情前期里的这种好感。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准备好了，当你们想好了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子的。第三副牌的朋友，不尝试你怎么知道不成功？你尝试了就有50%的机会，你不尝试就没有机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当前我们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段感情可能当下连接的还没有那么的深，但是这段感情呢，我们看到了是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灵魂连接的。但是目前有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你们两个人的想象，是你们两个人编织出来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陷阱。那么只有当你们两个人真正的我觉得是勇敢一点吧我觉得是要真正的进入这段关系里去，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这段关系里我们就像这个鸽子，放开手让这个鸽子飞起来，放开手让你们的关系真正的去发展，你才能够看到究竟这段关系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这个蛇究竟是危险的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好，我们最后呢来抽2张牌，这是给第三副牌的朋友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和当下的一个指引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好，第一张牌呢是秋季元素5，这张牌是在讲，如果你把能量过多的放在消极、担忧、阻碍，那么它其实是会阻碍这段关系的具体发展的。这段关系呢也在讲，宇宙觉得当下你对这段关系信心不足。我们看最后一张牌是勇气，这段关系当下你对他信心不够充分，你不够去相信，你不够去我们所谓的认定这个未来的美好。所以当前呢宇宙也在讲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可以不期待这个美好，但至少呢我们不要去提前的假设这个关系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不提前的预设它很好，我们也不提前的预设这个关系不行，我们只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对方一个机会，给这段关系一个机会，去发展，去证明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这段关系呢，我觉得宇宙当下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不要想太多，不要过于的忧伤，也不要过于的去积极，而是说要接地，要能够真正的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啊。好，来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们抽的是冬季元素2，这张牌是在讲啊，不要拖延啊。刚才我们讲过，慢慢的稳定的，感觉有些朋友就是太慢了，这段关系这段连接啊太慢了，可以慢可以稳，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吧？啊，该去勇敢一点，该去积极一点，该去主动一点的时候啊，是可以的。无论是你主动还是对方主动啊，这个关系想要去发展，想要去启动，总得有一个人先开口，总得有个人先迈出第一步。两个人都期待对方先主动啊，可能就会耽误这段关系最好的成长时期。不要太多的去想别人怎么想。也许当下啊，这个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也会有点忧虑的是，这个关系里是不是涉及了其他的人，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害怕别人的说辞。那如果你要看，如果这个关系你其实没有我们所谓的没有这个做错什么，也没有所谓的跟别人有什么也不会伤害到别人，那为什么不去尝试呢？如果别人的流言蜚语对于你你觉得非常的重要，或者是你太过于在乎别人的说辞的话，也许你就会没有办法去把握自己的人生，对吧？我们不能让别人的语言去控制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喜欢。如果你当下很喜欢这个人，如果你当下很想去试一试，至少是试一试的话，那么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机会，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别人的说辞而不给自己留有余地。所以这张牌呢，也是在劝你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要么你就下定决心，要么你就说干脆我不要这个人，对吧？你就继续往前去找其他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条件或者是你们两个人某些地方不合适的话，那你就干脆放下他，去找新的人，去找更合适的。要么你就不要去错过这一次机会勇敢的尝试，勇敢的跟这个人进行一些真正的交流，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跟着自己内心走我们这张牌是说跟着自己的内心走，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不让自己后悔，不让自己留有遗憾。也就这样子我们看，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陷阱，我们才能够真正跟自己的灵魂相连的这个人有机会去相遇，是真正的相遇，不仅仅只是打招呼，而是真正的去认识一个人。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们的缘分，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当下的你，也祝福所有第三副牌的朋友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都有一次机会，都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一次机会，祝你们能够成功的走到一起。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